好，来看看俄罗斯这则新闻，人事异动的消息。我第一个想到的是我们台湾呢，因为怎么跟我们一样呢？俄罗斯现在是战时，他还在跟俄乌战争持续进行当中，但是普京突然更换了原本的国防部长，换成了一位文人、文官出身的这个贝洛索夫。这位所以是经济学家的部长是文官出来的。那当然，本来的这个参谋总长负责军队调度、战场指挥的还是维持原职。作战系统如此，但整个战略指挥系统要有一个没有战场经验的学者来做吗？他是谁？那么根据这个资料背景来看看，过去曾经担任经济部长，那也当过总统顾问，只知道第一个理由，当然就是跟普京关系密切嘛，很紧密嘛，跟我们台湾人事任命一样的哈。然后2020开始，他升任了第一副总理。同年，这个米舒斯金总理原本的总理确诊期间，他还代理过职务。所以为什么这个时候政权要换将？各种的分析，克里姆林宫发言人的公开说法是说，希望对于创新持开放态度的人，将来在战场上取得胜利。那俄军主要是预算要控制喽。经济学家来看看这个军事上、战事上要花费的钱，有没有办法获得控制？因为前阵子有被爆出来有贪污的各种可能性，所以当俄乌战争进入下一个阶段，现在正在北部开战，进入陆战阶段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哈尔科夫我们看到很多的新闻说，他已经逼近到了第二战场，哈尔科夫猛烈攻击当中，这样的经济部长用来的做法就是控制军事国防的预算、战事的预算控管吗？那当然，我们看看画面是一个最新的画面，是乌克兰的兵力1000多人赶紧撤离，因为俄罗斯2年以来第一次的越境突袭。除了导弹攻击2次之外，也有地面部队进到了这个地方，以至于当地的造成的所谓的损伤，也紧急消防队员在急救当中哦。但这个战况的确是对乌克兰来讲非常的残酷。乌克兰的情报局副局长公开的表示，现在乌克兰面临的问题缺乏武器。而且俄罗斯目前正在加紧作战的脚步，往境内或边境部署了超过50万名的军人。相对于此，乌克兰却相当的缺乏兵力。当然，英国媒体报道说，第一批 F-16战机几个礼拜之内就要运到乌克兰了哦。乌克兰的空军发言人赶快说：“哇，东正教复活节就会来飞这 F-16的战斗机。”但为什么在记者会上这是一个被说是不是又失言的消息？是因为白宫发言人在记者会上被媒体问到说，为什么美国不谴责乌克兰的纳粹主义，还持续支持这件事情？那想不到这位白宫发言人尚皮耶他的回应是说，1979年以前，美国跟乌克兰联合打击希特勒跟史达林压迫政权，那就是我们为什么致力于支持乌克兰的原因。当然就把历史搞错，被取笑了因为二战美苏属于同阵营啊。乌克兰当时反而是班德拉武装集团才是纳粹的帮凶，所以跟这件事情当然是分开来谈，这个历史也扭曲了但实际上此刻的历史定义另外一个层次了所以当中美俄高科技大战持续延烧，当然前线的战场还是进行科技大战呢。乌克兰战火被说延伸到太空，其实不是现在才这样，早就是如此了但美军现在是进一步联手 SpaceX 说要阻挡俄军使用星链，让乌克兰可以有制空上面通讯的优势。那甚至有被说研究为什么叫空前冲击呢？因为中国所有的量子研究核心机构全部都被扫进了美国的实体清单，加以制裁。这37家的中国大陆的企业跟机构列入实体清单，包括了有22家中国量子研究跟产业化重要的单位。影响到底有多深？当然也有一说影响不大，但其实制裁的确是非常强硬的，美国持续在围堵当中。当然又是一个失言吗？ NASA 的署长他讲了一段话，他说月球的背面永远黑暗，为什么？他也是在被质询的时候问到的中国把月球表面发射了着陆器，也就是说永远都处在黑暗的那一面，我们不打算去那里。因为被问到为什么月球的太空竞赛好像美国是不是落后了呢？他的回答是我们不想去嘛，因为那里永远黑暗嘛。那其实科学家不用讲了，我们科普都知道，当然不是永远黑暗的嘛，它是有自转跟公转互相的道理，不是黑暗，而是目前这个嫦娥6号也即将要到背面去做一些设施跟探勘。那另外一个被说是有点笑话级吗？航太技师可以用手工搓出奈米级的这个晶片吗？来看看这段画面。2块铸铁平板，少许研磨砂，再加上这股巧劲儿，
微米级已不在话下，甚至是头发丝1/1000的纳米级，叶辉都能达到。叶辉发现数据起伏可能是手指按压后指纹印在薄片上导致的，于是他用砂纸将自己的指纹磨掉，再按住薄片研磨。他用砂纸磨掉指纹，这是央视的一个报道啦哦。那磨掉之后，他就可以手工搓出5奈米的晶片嘛？那当然，事后很多网友对此提出了很大的质疑嘛。那代表手造晶片不远了吗？怎么围堵都不怕了吗？那赶快澄清说，这里的5奈米指的是零组件表面的粗糙程度啦，不可能直接制造出5奈米的晶片啦哦。所以这个当然各种的报道有实际的落差，那大家客观的有这个判断能力来做分辨哦。亮哥来看看俄罗斯最新的做法，用文官出任，显然是他有所这个经济上的控管意图。这个贝洛索夫的任命，大家一般是认为绍伊古对国防预算的使用管理不良啦，那造成大量的浪费啊。那这里面当然不排除也有贪腐啦啊。那因为俄罗斯的国防预算从去年到今年，它是从占 GDP 的3% 一下暴增到6.7%啊。那军工产业方方面面都满血回归了，而且还暴增，所以我觉得普京大概是觉得说这个一定要有效的管理啦，因为俄罗斯的经济现在也跟军工产业整个大复活有很大的关系啊，比如说它的那个制造业的经理人指数竟然高达54啊，这个在今年大概全世界没有人搞到那么高的啊，那就是因为军工产业。所以他大概是这样想吧。那当然，有关绍伊古，坦白说了，因为俄罗斯的那个军事网红也蛮多的啊。那很多人都在批评绍伊古，说他有很多战役其实处理得很糟啦，失败。俄罗斯基本上2年多来打得不好啊。那坦白说，这2个人都是普京的亲信啊，所以你也很难说绍伊古因为绍伊古是明升暗降啊。他是升到国安会当秘书长，好像哦，没了。不，他们不叫这个位置了，反正就是类似处理安全部门啊。是那这个表面的职位并没有降嘛，那这个所以也还好啦，说实在哈，那顾立雄坦白说，他被任命，顾立雄自己也很诚实啊，他说我就是来抓军购、抓建案的。那军购跟建案就是国防预算怎么配置的问题啊，不是吗？那我们国防预算不是一下暴增到6000亿，所以我坦白说了，不管是蔡英文或赖清德，可能也对军方在使用这个预算有一些浪费上的不信任吧。那当然也包括美国的意思了，配合度上。对了，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不太一样，可是有一个面是有点像，就是国防预算大增。要找一个人来管这样啊，那至于月球那个事啊，我讲白了啦，这个因为美国现在很怕中国大陆现在登月之后，它虽然是无人哦，可是它会拍回来一些月球的画面啊。那目前大陆网上已经都到处在传了，是说奇怪，怎么跟阿姆斯壮那个时候的月球长得不一样？那有好多阴谋论哦。对啊。对，我也听过，不是真的登陆，所以就又引起了一些讨论啦。因为很奇怪，就是说美国在1970年代之后，那整个登月计划就逐渐消失了。是，那它整个 NASA 的计划就转向，比如说太空站啊、赫伯望远镜啊，还有火星探测嘛，那大家就觉得很奇怪，登月计划花了那么多钱，好不容易阿姆斯壮都踩上去了，人类的一大步怎么就停了呢？后来就没了？是怎么会这样呢？而且没了很久了，没了将近50年了将近50年。那现在 NASA 又在想说，有中国又在搞登月计划，所以 NASA 就说他想要恢复，那结果就发现不可能恢复，因为科研人员还有钱实在是太大了，可是这个就变成一个谜了，说你是第一个破世界纪录的国家，为什么这个计划就搁置了？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大家也蛮想知道的。小舰长怎么看俄乌战事现在最新的
冲突画面是俄罗斯有加紧进攻往地面去前进的这个现象。我们现在啊，如果看这个战争研究院啊，他所提供的这个图啊，我们之前呢看到的是这个部分啊，也就是顿巴斯的附近的这些堡垒城市一一的被攻下。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也就是哈尔科夫上面啊，已经有红色的这一块一块的，代表什么？代表俄军啊，已经从北往南，然后要接近哈尔科夫了。那接近哈尔科夫之后呢，那其实也就是变成第二正面，已经出现第二正面的时候，其实对于乌克兰现在不但缺人又缺弹药的情况之下啊，它这个第二正面怎么样来维持，怎么样可以抵御俄罗斯，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那但是我们常常看啊，我们看国际媒体我们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啊，发现什么？其实我们看到的好像都是那个乌克兰啊，不断的向俄罗斯挺进啊，感觉好像要打到莫斯科啊，其实距离很远啊。这是我们看到的乌克兰啊。那这是我们在昨天所看到的贝尔德格罗的这一个城市里面，其实他们这是一栋大厦被命中的。那另外这边呢，也就是伏尔加格勒州它的一个炼油厂被命中，其实是在这里。其实如果是这样攻击的话，那个乌克兰其实很奇怪，为什么？因为他打到这么远，难道他认为光瘫痪这么一个炼油厂，接下来这一个接近我们刚刚讲到说接近顿巴斯的这些部队就会被迟滞吗？其实应该是不会的。那我们看了这么多也就是俄罗斯现在跟乌克兰的状况，其实乌克兰那个武力悬殊真的差很大吗？对，差很大。那个我们之前讲过，乌克兰现在已经是在公车站，在各个地方抓夫，也就是他只要看到你觉得你的年纪应该是要服役的年龄他就先把你逮捕，逮捕之后让你出示证明，说你不是在他现在规定的25岁到50岁的这个当兵的年龄里面那另外我们这样讲为什么他要开始改变这个国防部长另外有一个可能是待从头收拾旧山河。什么意思是岳飞满江红，从头收拾旧山河。是俄罗斯可能觉得这一场战争已经快要手到擒来了，然后他要做什么？他要做除了最后的部分由绍伊古负责，但是未来这个部队的这一些经理，这一些打掉这么多的战车，还有打掉其实还有阵亡非常多的战士官兵该怎么样的一个抚恤，该怎么样的补给，避免北约趁隙介入，这个也就是他普丁更换这个国防部长的另外一个可能。当然，大家全球也在看彬哥在美元慢慢的到位，然后 F-16也到了之后，是不是有助于乌克兰接下来抵御越来越激烈的攻防？我觉得恐怕很难，因为看起来美元不是一次瞬间全部补上，而是这样零零星星慢慢一架两架一个两个的这样补上去。现在俄罗斯每天都在公布他们又击毁了多少乌克兰的装甲车坦克、自走炮然后飞机琳琅满目，各国的都有。他们当然这公布真真假假，可是问题是乌克兰显然现在处于一个劣势，这个是不争的事实。那他自己兵源这么缺乏，然后他防守的范围又这么广。刚刚小舰长也讲，现在俄罗斯又开了第二正面，你现在就要面临一个抉择，就是你的兵源不足的情况下，你要继续沿着这些正面防守呢，还是你要收缩兵力？因为你人数不够嘛，你要收缩兵力，你才能够形成有效防御嘛。如果你不收缩兵力的话，你可能就被人家逐次歼灭掉。这样在战略上是对的吗？我觉得乌克兰恐怕要去想清楚这些东西。至于说期待 F-16来了之后就可以扭转战局，我一直认为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几架飞机就能够这样改变的话，那这个世界上的战争就不是这样玩了。而且他提供给他又不是最新锐的 F-16，他是很老旧的 F-16，那个东西到底能够发挥多少作用，我是非常怀疑啊。所以我觉得乌克兰应该不要去期待这个东西，而是先想着怎么样收缩兵力，赶快固守，这样子可能才能够把战线维持住。不然的话，过于逞强的话，反而恐怕整个你会全线溃败的情况就会出现。那当然，
我觉得美国这个人我真的听不懂他在说什么。美国和乌克兰联合打击希特勒跟史达林，你到底在讲什么啊？你讲的是被称为小可爱的那位发言人。是啊，我觉得他要不要回去看一下历史课本到底怎么写的？你到底谁跟谁是盟友？乌克兰什么时候跟美国一起联手反对过斯大林呢？我实在是搞不懂。乌克兰还一堆人支持希特勒。是啊，乌克兰，我跟你讲，希特勒当初很多人二战的时候，希特勒犯最大错误就是他进乌克兰的时候不应该是奴役乌克兰人，而是应该跟乌克兰人结盟。对，他这样搞不好他就有机会打败苏联。对，结果希特勒当时没有这样做，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美国的这个年轻人应该要去把历史读一读。他是哥伦比亚毕业，对，哥伦比亚大学。那我真的不知道他讲什么。NASA 这个署长，我认为他其实是一点点口误啦，因为一般都说 dark side of the moon 嘛，就是月之暗面嘛，所以他就习惯性这样讲嘛。那当然，月球背面不是永远黑暗的，不是这个样子。那只是他习惯性这样讲。可是我必须说，月球的东西真的很奇怪，因为美国最诡异的就是阿波罗计划，他们居然把所有相关的文件烧掉，对，消失了，奇怪哦，超级奇怪。对啊，所以美国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决策，到现在没有人知道。让我联想起我们30年保密的密件，太奇怪了啊，就是让大家都不能理解。好，那大家不能理解的，当然有很多这各种冲突的事件里头，其中在经济对抗美中的对抗里头，墨西哥开通的飞机，当然引起了大家直航的这个班机啊，那大家很耳目一新，因为所谓的拉美新航线，看看墨西哥机场还用水门里去迎接中国的客机，这个画面水柱喷射啊，只要飞16小时，本来要转机转个4次以上，还要48小时才能到的，现在1.4万公里，只要16小时就可以飞到哦，所以这显示对于中国在墨西哥、拉丁美洲的更进一步的合作的事项，打通了另外一个门户吗？还有墨西哥无主之地被称为随着近岸外包啊，中国加大了对墨西哥的投资吗？除了旅客要到墨西哥容易，互相的这个交流容易之外，可以看到巨大的中国存在，各种形容是保护60%哦。新车的经销商都是中国人。然后很多新工业园区都是陆企设立的，那甚至连餐厅啊、店啊都是很多中国大陆人开的。因此呢，从墨西哥如果港口现在在美国围堵的情况之下，就可以进入美国市场的话，那各种围堵对中国企业来讲就不重要，也不会影响到他们啦。所以去年有378项的外国直接投资公司公告，总金额有64亿哦。中国是直接占了第2名之多，有12个百分比。从3月以来，中国到墨西哥的进口货柜预计增加130个百分比以上。那甚至呢，这个各种集团的5号线青岛到墨西哥这些港口的运输时间是15天跟20天。这个航运最近全球各种混乱的情况之下，他们在这个航线却是非常的顺畅畅通。而隔壁的巴西呢，在拉丁美洲当然也是有个不幸的消息啊，洪灾造成了100人死亡。有200万人流离失所，看到这个画面，真的黄黄的洪水掩盖了整个地面，让人觉得哇，真是太严重。各种的天灾发生到如此，各地都有气候异象，但想不到这样的这个天灾的意外呢，却有阴谋论在网络上发酵，什么呢？说为什么洪水会这么严重？过去从来没有过，是因为有一个叫做 HAARP 的计划，是美国在阿拉斯加隔壁加设的一个巨大的天线，为了要研究电离层，就意外引发洪水吗？当然这只是网络的消息，没有办法得到进一步的证实，除非真的正式的调查。但的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来统计的话，光3月份到巴西的这个交流跟贸易额302万吨的大豆就是从巴西进口的。去年同期也才167万，直接增加了快要 double 之多。那跟同期减少了美国大豆的采购，也就是关键，大幅减少美国采购而移往巴西去，所以巴西的大豆在中国市占已经到53喽。美国的市占正在下降当中，会不会是各种阴谋论的理由之一啦？当然这都是阴谋论。但巴西倾向呢，透过秘鲁的前海港出口玉米、大豆这些重要的产品，要问到哪里？亚洲。那当然，主要的缩短的时程要到哪里？就是到中国大陆了。那大陆的电动车更是很多美国除了全力围堵之外，
影响到会说动摇到通用、福斯、欧洲这些厂牌汽车的地位，就是在巴西影响就很大。你看看大陆电动车哦，市占在巴西飙升到将近快50%了，而且汽车销售商统计哦，陆汽已经悄悄夺取巴西境内的3巨头阵地。那各种画面都显示在设厂的画面，我们来看看，包括了比亚迪在墨西哥准备设厂，这个皮卡就在沙漠拍广告，看看这个很酷的画面，就代表着这个车多适合在当地的地形地貌里面奔驰啊！那这样的画面对于当地的消费者来讲，当然有很大的吸引力喽。那同时还有这个各种的试乘计划之后，有一个美国的资深汽车媒体人谈到这样的画面之后，他试乘之后就说，试乘过10几辆中国品牌电动汽车，惊觉西方车企完蛋了。这个是资深汽车的媒体人他的分析。另外还有一个所谓的县级乘车啊，我刚刚看到这个3蹦子的时候，我觉得很有意思。它什么画面呢？你来看看，它是一个3轮车的概念呢，而这个3轮车叫做县城神车，可以补掉货车哦，因为如果太大，狭窄小路没办法进入，那就是大概差价几万块钱，虽然很高哦，但是仍然受到很大的欢迎。所以就是各种的变化的车型，在中国大陆的这个产业发明里头，有一些新创的道路出现了，当然也对其他国家的汽车产业产生很大的冲击了。亮哥怎么看在拉丁美洲这里哦，中国大陆在市场通路走另外一条路，以因应美国的围堵？这个就是美国对中国施加贸易战、科技战，所以中国大陆的企业就大量流向越南跟墨西哥投资嘛。另外一个地方是泰国啦啊，那结果美国就发现中国直接出口到美国的总量在下降，那可是呢，中国到越南投资、到泰国投资、到墨西哥投资都大增，然后越南跟墨西哥是最明显的。就出口到美国也是大增，那事实上都是陆气啊。可是按照 WTO 的规则，他们就变成注册在墨西哥的企业，对，注册在越南的企业，所以你美国按照 WTO 你就不能够说这是中国关税啊，管不了。你贸易战怎么打？那你如果要打墨西哥，你就打到了墨西哥的兄弟们嘛。那当然，中国是利用美加墨这个自由贸易区的巧门啊。可是本来就这样啊，国际贸易规则就是这样啊，也不是只有中国在用啊，日本、韩国，甚至连美国自己都在用，所以你怎么去说呢？那目前最明显的就是电动车了，因为中国大陆是先在墨西哥卖，那结果我发现在墨西哥也卖得相当不错，所以就投资就越来越多，那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就是零组件啊，电动车的电池啦，现在几乎在墨西哥已经开始可以组装整部车了，所以就有人在说，搞不好有人根本就已经从美国那边直接买回去了，可是都是零星的量啊，因为美国不是拜登现在扬言说要增加100%的税吗？对，可是那个是针对中国去的部分啊，比如说你有一个中国人要买一部车，那你就去承受那个关税嘛，那可是如果从墨西哥进来呢？所以川普已经在那边喊了嘛，川普就说，你如果要这样啊，那我容许你直接到美国投资设厂，好不好啊？所以这个还有的看啊。事实上，我觉得中国的电动车也不会那么笨啊，一下就跑去美国设厂，因为美国就是变来变去嘛，这个不可确定性太高了啦，所以不如到墨西哥设厂。那要斗争，你去斗墨西哥吧，所以我有点这个味道了啊。那这个农产品，我觉得美国是先把美国的量给降低了，那如果贸易战实在瞧不出结果，那我就开始分散购买啊。比如说巴西就是先得到最大的好处，那接下来搞不好是俄罗斯哦，因为俄罗斯要开放西伯利亚，那中国大陆也会有一些农民去他那边种东西啊。那目前听到的就是大豆。的确，自有相互抗衡之道。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规模。欢迎回来。我们在看到巴西的洪灾的时候，有200万人流离失所。有个阴谋论说是就是美国在隔壁做的这个大天线计划造成的，可能性吗？小舰长。
这是有可能性的。有一部电影不是叫做《气象战》吗？对，那当然讲的不是这个，但是呢，其实电影都是走在现实的前面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之前电影已经拍了非常多年了。那其实我们刚刚讲的这 HARP 的这个东西啊，其实也被讨论了很久，只是呢大家没有抓到证据，无法实锤。那因为其实电离层的测量可以进行的国家也不多。那我们讲到有关于5月4号，古巴他就已经提出对于中国大陆免签证，然后在5月17号的时候，中国大陆跟古巴要正式复航。可是我们看到了5月11号，其实深圳已经开始飞墨西哥了。为什么？那延伸航权。我们上个礼拜的节目啊，小舰长就讲过了。现在他对于古巴开航，但是他不是只玩古巴啊，这个出去玩绝对是一条线的，也就是墨西哥会不会到贝里斯呢？贝里斯是台湾的友邦哦。然后他现在我们刚刚讲说飞16个小时啊，那飞16个小时到墨西哥，在墨西哥玩完黄金太阳城之后，再飞古巴，再去玩，回程的时候会不会再飞贝里斯呢？那也就是其实现在中国大陆的这个旅游的大军啊，准备开向中美洲，准备开向古巴。那开向中美洲跟开向古巴的时候啊，其实也就是说，中美洲的国家就是跟我们台湾有所邦谊的，可能要松动了。那至于说另外一个讲到这个汽车啊，我先要跟浅秋报告，那不叫三蹦子，因为我以前也被这样子纠正过，它叫做三蹦子。对，它念崩，三蹦子。我们来看，我们台湾现在卖的最好的，其实当然是 Toyota 了，但是有一个后来居上的，叫做 MG 啊 ，MG 大家一直以为啊是英国的品牌，对不起，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它在2005年就已经被南极汽车集团并购，然后它在2007年被上汽集团并购。现在其实我们看到 MG 就是刚刚讲那个郑亮老师讲的，它不是整车输入，它就是在台湾组装而成。那现在我们来看这个状况，也就是我们看到这个 Kevin Williams， 他其实是一个记者，他讲到什么呢？他讲到说他去了中国，而且呢他坐了10几辆电动车，然后呢他也开过了这10几辆，他觉得我们已经熟了，什么熟了？井蛙熟了啊，井里的青蛙熟了啊。那也就是说，中国的汽车变得更厉害，但是美国完全没有反击之力。接下来的汽车，尤其是电动车的大战还有得打。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科技再怎么发展，粮食仍然是重点。例如巴西就是跟中国在农产品的合作上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巴西也是农产大国啊，那中国大陆是粮食输入国嘛，所以对他来讲，粮食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物资。它的人口是全世界数1数2的多，所以之前他又曾经被美国用粮食要挟过。其实他一定会非常深刻的体会自己绝不能被人家掐住喉咙，所以他会跟巴西发展更多的这样的相关的农产品的交易。我觉得这个是本来就是意料中事的。那只是说他现在一下子就减少美国进口那么多，那表示现在巴西提供的还蛮稳定。而且我觉得中国大陆它不是只有对巴西或者美国，它其实它一直在全世界各地收购粮食，而且你看他们会提前去跟人家签很长的约，就是想要尽量分散这些风险。那这个都是为了一个战略在做储备啊。那刚亮哥也提到了，也就是现在俄罗斯把西伯利亚这边开始对中国大陆开放，那个地方其实对中国大陆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观众朋友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首先介绍这一节跟我们一起讨论国际及国内大白话的来宾，第一位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亮哥，大家平安。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前海军舰长小舰长吕礼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来看看这个包括南海、东海的最新消息。日本修法通过了一个最新的这个法案是什么呢？参议院通过的防卫省设置法。针对自己国防的因应规格这个部分一直想要修正。那这一次呢，修正之后将会有成立一个统一指挥陆海空自卫队的统合作战司令部。那么这个统合作战司令部要干嘛呢？2025年3月正式上路。影响的会是更有所谓的军事主导权，对于日本来说会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吗？那当然还有520就职之前解放军紧盯台海周边的美日机舰动态嘛，各种的新闻发现，包括5月11号当天军机就行经我们台湾的北部空域之外，还接近了钓鱼台附近，结果呢，这个日本的军机啦被大陆的空军广播驱离了那有一段对话，现在听听这段广播的内容。中间184个4层是日本飞机，注意，我是中国空军，你已侵入中国领空，严重侵犯我主权，立即离开，立即离开。显然，在这个海域的部分，现在成为中日之间最重要的一个对抗或者是紧张的地方。台湾现在已经没有角色了，但驻日的美军发生了一件事情，是让当地的民众很人心惶惶，甚至感到不满的是，一位美国大兵居然持枪在冲绳这里连抢了2间超商美国的军纪在韩国、在日本都出了一些状况，而这一位身份是驻守在当地的美军上兵。这名美国士兵说，是因为缺钱薪水不够用所以就去抢2间超商，被逮捕了那么日本冲绳的官员一直对于这个美国的驻军或者一些军事设施在当地设置是不满意的，所以再一次的提出来，这是日本冲绳县的知事玉城丹尼，他跟日本外务副大臣表示要求停止美军在冲绳加手纳基地这里连续5个月进行的跳伞训练否则会影响周边的各种的这个包括经济或者是海域影响太大，所以对于这些军事行动都是反对的。而日本、台湾、菲律宾是美国抗中第一道防线所以当中美在菲律宾这里南海拔河的时候，更是让人家感觉随时都可能有擦枪走火的风险吗？我们上次看到万吨的大区编队在南海这里对于这个肩并肩这个演习加以控管，那这种包括放影片播放来秀肌肉的行为，都是告诉大家他们准备好了。而军事专家分析菲律宾要拉拢美国这些域外的国家，频繁在南海举行联合演习的目的，解放军也要用练兵。刚刚我们看到这些画面的公布，来表示我已经做好了应对准备。美中非三角关系怎么看呢？日本这个时报的分析认为，菲律宾对于这个省长曼巴是中国积极拉拢的对象，可以分化，所以不只是总统而已，他可以用其他的这个省长的规格来影响内部的变化。他认为呢，这样的方法是加剧区域紧张美中冲突所以曼巴过去1年2度访中，他态度跟总统不一样。他认为呢，他甚至公开表达，只要美军基地撤出去，就不会受到中国的霸凌，这是亲中派。那显然跟现在抗中的角度很不一样。那么另外看看菲律宾的警察高层，还传出来有个新闻报道说，这个是菲律宾的前参议员公开表达的，有一场警方精心策划要破坏政治稳定阴谋。高级警官要招募成员推翻小马可斯政府，他赶快说：“哎呦，没有收到任何的情资报告啦，要赶他下台啦，没有这种正面的可能性。”但是不是内部有不同的意见很难说呀。南海危机呢，中国大陆的方法，他的做法是要用东协战略自主来拉出一条防卫线。所以中国的副外长孙卫东在印尼雅加达出席的这第30次的中国东盟高官会议。他批评美方的做法叫做严重的开历史倒车，严重破坏地区和平，同时也表示中国大陆是支持东协加强战略自主的。这个时候在印尼的看法怎么样呢？准印尼总统说，我们邀请美日韩欧跟你们成为朋友这个事实，并不意味我们不能跟中印俄也可以做朋友这是多边主义的概念。我既然可以放不同的篮子，所以印尼的外交不结盟，这是一个历史传统那当然，现在在这个南海跟周边都有各式各样的冲突跟风险发生当中。亮哥又怎么看日本最新通过这样的法案可能的影响？这个大概就是他要统合各个军种嘛，指挥一体嘛。
那也许未来也想要跟美国协调配合，也不是配合哦，日本是想要有自主吗参与这个作战的决策权哦，因为他现在被美国阻隔在外。那目前美国，比如说让你参加 AUKUS， 那基本上也是做武器研发，那或者是他有一些后勤的决策会让你参与，可是作战的决策都是美国决定的，甚至情资都不见得分享给你，都不是。所以你如果就这个角度来讲啦，就是日本上基本上并没有军事自主权呐，因为作战决策不是他能够决定的。韩国也是一样，这个我们广义叫战争权呐，战争权是在美国手里啊。那因为日本是战败国嘛，所以它还有更细的规定。因为美国在日本的基地非常多啊，那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征收土地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还好啦。我是觉得比较值得注意的，应该是像菲律宾啊，还有台湾就是这个大概是现在目前亚洲地区最一面倒的国家了。事实上，日本跟韩国虽然在军事政治上是非常亲美可是他跟中国大陆还是想要维持一定的沟通的管道，还是有中日韩高峰会啊。最近在酝酿嘛，是因为韩国在拉嘛，韩国外长今天到中国大陆。对，那因为以前那个中日韩 FTA 反对方是韩国，因为韩国不想把他的经济对日本开放，那现在可能不太一样因为尹锡悦跟日本关系比较好那另外就是日本的军方也开始跟中国恢复互动就是基本上他们也知道不能这样下去了尤其是韩国，因为韩国反美亲美大概各一半那尹锡悦国会大选输成那样，对不对？那至于菲律宾，我觉得没有人把这个当作重要的事啦就是你爱闹不闹你就随便吧，反正你也不会有结果啦，那只是让中国大陆感到很烦这样而已啦那你想要碰瓷，人家不碰你所以我是觉得东南亚，你看东南亚各国也没有出来帮菲律宾讲话那照理讲，东南亚的国家应该会站在菲律宾那边才对为什么人家不讲话？那如果人家不讲话，你还要继续玩下去，那就是自讨没趣了啦因为你已经玩了1年多了你不是只玩几个月你从去年3月一路玩到现在然后主题永远都是那几个没有任何结果也没有能力把仁爱礁、黄岩岛取回，那你到底要干嘛啦坦白讲，南海的争议国家又不是只有你菲律宾，也还有越南马来西亚文莱还有印尼人家为什么不帮你讲话？这种东南亚的人我也认识一些啦，他们有时候也是不想讲话啦就是觉得见面3分情，其实他跟那个东亚人是很像的啦，就是你自己要把自己玩死，那我们为什么要帮你讲话？那你自己就去玩死吧那至于造成菲律宾内部有不同的声音，事实上早就有不同的声音了这省长之前就有杜特地还有杜特地的女儿那女儿是副总统是，还有马尼拉的商界，坦白讲，马尼拉商界也是很火大可是也没有办法就是他在玩反中民粹嘛，那把自己的民调搞到60%嘛，所以我们现在最担心的就是赖清德有样学样就是不是学到日本、韩国，而是学到菲律宾那台湾就走着看了嘛就整个亚洲就只有你在玩一面倒嘛比如说我刚刚还看到一个最新的统计，现在印度的最大贸易伙伴变成中国，又超过美国了，中国又变成最大贸易伙伴印度1100多亿美元那结果就只有你台湾菲律宾就是在那边反正我就是要跟你对着干那我觉得就请便吧，你自己要做这样选择，你自己请便所以我就看到我们几乎每天都在讨论菲律宾我觉得这个大概是国际政治里面最无聊的一个问题了不会有任何结果，每天都在看他碰瓷就这样
所以亮哥一直形容这叫假碰瓷。彬哥在南海真的，我们是讨论超久的，但永远都是，就算对方做了什么动作，菲律宾也说我们不会用同样的做法，但持续做同样的动作。他这个就是用骚扰性作战，他明知道在实力上远远不如大陆嘛，但是他就是3不250就来给你弄一下，弄一下就在那边喊冤啊，就在那边讲哇你阿爸啊，那问题喊了也没什么用啊。就是第一个，周边国家也没人支持他，连国际上关注这件事的声音都很小，因为说真的，大家也知道这个不会有什么结果。你不觉得吴钊燮也是这样吗？是啊，就是这样、断了8个邦交国，有人对你特别好吗？魔法部长完全没有啊，所以他这样子，其实他这样下去，就是不断的耗损菲律宾自己的资源，那对他来讲没有多大意义。那对，老实说，我觉得他在另外一种程度上，他在逼着解放军跟中国大陆在加强他在南海的实力。那这样子，情势不是对菲律宾越来越不利吗？所以我不知道这样对菲律宾到底有什么好处。那日本当然，他一定是顺着美国这样走。最近岸田的民调还莫名其妙提升了7个百分点。对啊，所以他可能觉得，出访好像是有效的，所以就再更积极一点。因为说真的，岸田现在除了这一招也没有别招了，他也大概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所以就继续往这个方向走。可是我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解放军现在直接就把这些地方当作他的领空了。那个其实本来是我们的空军应该要去巡弋的地方，再来讲，日本的军机来应该是我们要过去，结果现在变解放军直接过去了，然后把他赶走。那以后这样会变成常态吗？那以后变成常态，我们的空间又被压缩了。你不要以后就变成习惯，就是所有经过这附近空域的人都直觉认定这就是解放军的空域，那个对我们来讲，我们的生存空间又小了一大部分。这个政府都没有任何对策吗？从裴洛西来台湾到现在1年多的时间，我们就是一路不断的被压缩，然后束手无策。那请问一下，这样怎么办？这个是非常实质要命的东西耶。然后我们都没打算要去处理这件事吗？你至少缓和一下这种状况吧，不能让人家步步这样压迫吧。可是看起来好像赖清德也没有什么想要去处理的打算，我真的是觉得蛮忧心的。那当然。菲律宾现在小马可仕就是借着美国的力量，他大概希望就是能够改变菲律宾的宪法，然后把民调冲高之后就直接修宪，就让他能够连任。那这个对杜特地跟其他的这些势力来讲，当然是不乐见这种状况，因为这样的话，当初大家讲好了，我们轮流执政，那就没了。所以为什么从去年到现在不断的传出有这种政变的风声？我相信他们内部一定是有一些不满的声浪，但是有没有大到形成政变？目前还要再观察，那也要看小马可仕有多冲过头，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东西要谨慎处理。我一直很担心菲律宾不要到时候爆发内战。菲律宾以前就打过内战，其实他现在内部还是有一些武装组织是不服政府的。那不要到时候真的形成内战，甚至民达纳尔去独立，你变分裂成2个地方，这样子对菲律宾来讲是一件好事吗？我真的觉得恐怕也不是吧。那我觉得印尼这种态度其实就很好啊，他也没打算跟美国交恶，那我也不打算跟中国大陆、俄罗斯交恶，大家都是好朋友啊。对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来讲，怎么样让自己国家生存，然后获得最大的利益，这不才是他该努力的方向吗？那我觉得这个普拉博沃，不管你对他的看法是如何，我觉得他这种方式就是正常的国家应该要走的路，应该要左右逢源，应该要两边有资源拿就拿，能够合作就合作。不是这样才是比较好吗？那你选择单边的结果，到最后如果单边这个人弃你而去的时候，请问你怎么办？因为美国又不是没有这种前科，美国抛弃过多少国家，所以我觉得那一些只想往一边倒的人，是不是都要仔细去想清楚，未来你到底要怎么去处理？其实，在这个多边政治的区域里面，看得到，其实日韩就算跟着美方的步调，还是要想办法把风险降低，所以才是继续有峰会。但菲律宾显然是现在一边压，我才会说亮哥会跟我们现在一样。但是多次的冲突，你也认为只是碰瓷而已吗，肖舰长？以菲律宾来讲啊，它的确就是碰瓷啊。那但是呢，对于解放军来讲，以及对于中国海警来讲，
他们的态度可不是如此啊。那我们之前呢所看到的，也就是055的这个105编队，那它其实包含了052D 这个7500吨的飞弹驱逐舰，还有054A 的飞弹护卫舰，然后再包含了综合补给舰。其实这一个只差一个主体。主体可以是071的综合登陆舰，也可以是航空母舰，所以其实现在解放军正在做密集的训练了。那这一个编队是出现在哪里呢？它就出现在我们所讲到的巴拉巴克海峡的那个东南的这个西部土水道，所以解放军其实是不断的在演练的。那我们最近又看到的，其实又是另外一支的一个055的编队啊，也就是说，我们这边看到的遵义舰的107编队。所以现在如果从仔细的观察解放军它的一个海军的那个形态来讲的话，它其实已经开始055下水的够多了，它就以055为一个编队的核心啊，然后当然它原来在航空母舰里面，它就是所谓的防空指挥舰，也就是它对于空中目标的掌握以及远程目标的掌握，那它可以来指挥协调这一个编队里面的各个船舶。那刚刚那个浅秋讲到说，有关于南海的部分啊，055其实它在美济礁。它有单独的靠港的这一艘，它是不是单独？它未必是单独，它可能其他的，有其他的编队在美济礁附近做战斗巡弋啊。那最近所出现的一个讯息呢，也就是有关于宪兵礁的部分，这个菲律宾呢最喜欢在那边大喊大叫。那之前是搞了仁爱礁，后来又搞了后藤礁，那之后又去黄岩岛。现在他说，中国大陆在宪兵礁这边准备吹沙填海。那实际上，如果从卫星或者是从其他的资讯看来，并不是如此啊。我们没有看到天坤舰，我们也没有看到天津舰的这一种吹沙填海的船。其实我们只看到了中国的测量船在那个在我们刚刚讲的宪兵礁那个地方啊。但是如果要吹沙填海，的确要先进行完整的测量，而且如果我们来看宪兵礁它的一个地理环境的话，其实很合适啊，它也可以铺成3000公尺的这种跑道。但是如果宪兵礁也变成像我们之前讲到的楚碧、永暑、美济的这三个具有3000公尺的跑道的话，它在这边部署的话，仁爱礁就废了。为什么？因为仁爱礁就被夹在这中间，那它可能就是它可以由宪兵礁先阻隔，然后接下来由美济礁进去驱离啊。那这里面啊，其实我们谈到一个最重要的，也就是刚刚无论是彬哥或者是郑亮老师都有提到有关于东协国家，他也开始提出战略自主这个态度了。这个是在5月10号的时候啊，那个中国大陆的副外长，他在出席这个东协以及东协国家以及中国的一个高层的官员会议的时候，他谈到的这一个部分啊，也就是大家都不理菲律宾这件事情才值得观察。那只有我们节目在讨论嘛，真伤脑筋了。